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起起落落、辉煌与衰落的交替，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但美国并非如此啊，美国是一个内部很撕裂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宗教、民族、文化和地方割裂倾向。当美国实力强大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掩盖。但是如果美国联邦政权被削弱了，那么大量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崔天凯大使提出的中美关系的4个观点前景严峻，必须坚决斗争。崔天凯同志曾经担任过8年的中国驻美大使，最近呢，他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就中美关系发言，观点非常深刻，内容十分丰富。他的发言呢，视频传到了境外的媒体上，被广泛的重点的报道。他在发言中谈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的崛起；二是美国对华政策里面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因素；三是美国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的，甚至没有底线的对华打压、遏制、分化、围剿；四是保持清醒头脑，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曲折动荡甚至是坐过山车式的场景，维护好14亿中国人艰苦奋斗得来的成果和权益。崔大使在美国任职多年，在中美交锋之中呢，他一直是站在第一线的。应该说，在所有的政府官员中，他是对美国了解的最直接、最充分的一位。崔大使的发言也印证了我们学术研究界对于美国最坏的一种推测，那就是美国是极端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融合体。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写过一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呢，把全世界划分为西方、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拉丁美洲和非洲，一共8个文明。这个亨廷顿认为在各大文明在断层线上必然存在着冲突，而西方必定要衰落，中国会和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亨廷顿长篇累牍的讨论了所谓8个文明和彼此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前书的最后一章讨论各个文明之间大规模战争前景的时候，亨廷顿把场景设定在了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按照他的设想，经过复杂的战争和立场变化，西方和俄罗斯最终结成了联盟，和中国打了一场核战争。亨廷顿设想的结局有2个这个书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在相互核摧毁、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这是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是，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总之，他就是想要摧毁中国。亨廷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者，他在美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多数西方政治学者都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个进程是如此之快，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一个和美国一样强大，甚至可能更加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而且这个强大的中国并不是美国的自己人，无论是种族、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上，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完全不同。这样的改变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就要不复存在，西方从资本集团到政治研究者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在资本集团这一方面，国际秩序的改变让美国资本无法再通过美元霸权、市场规则霸权和高技术的霸权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不对称的收益。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还能够成为世界主要高技术产品的输出国。人民币已经在东南亚的很多地区成为硬通货。总之，美国资本赚黑心钱的日子就要结束了。美国的政治研究者们同样也没好日子过。美国霸权的衰落就意味着他们到处推销的美国价值观不会再受到欢迎，讲座没人请，写书没人看，
甚至在美国的本土，他们也很难找到高收入的职位。至于像阿富汗的前总统哈尼那样从一名美国学者的身份直接参政当阿富汗的总统，一路当到顶了，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总结来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要从世界舞台的中央退出来，逐渐边缘化。问题还没这么简单，如果美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单一民族的国家，那无非是经历一次历史过山车罢了。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起起落落、辉煌与衰落的交替，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但美国并非如此美国是一个内部很撕裂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宗教、民族、文化和地方割裂情绪。当美国实力强大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掩盖。但是如果美国联邦政权被削弱了，那么大量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从特朗普上台到拜登执政这长达5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社会的撕裂情况已经是暴露无遗。那么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和美国的存在，美国一定会像崔大使说的那样，考虑到美国是一个核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美国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问题上一直是采取一种非常反动的立场，这场斗争会是非常残酷而且激烈的。但是呢，我们也不怕，我们还是应当保持乐观情绪，因为今天的美国早就不是朝鲜战争时期的那个超级强国了，也不是冷战结束以后的那个世界独霸了。中美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比那个时候要强大得多。美国已经承认无法用热战的形式打败中国，在西太平洋区域甚至可能输给中国。而且亨廷顿所说的另外6大文明当中，俄罗斯并没有和西方站到一起，反而是选择了与中国加强战略性的合作关系。哪怕是在西方内部，也有相当多的国家不愿意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所以历史的发展不会满足美国政治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只要我们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和警惕，保持战略定力，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